Hello，大家好，我是狮子。今天这节课呢，来为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我们新手卖家在做虾皮的时候，它的一个完整的运营流程。那今天这节课的知识点呢很多，很多知识点都是我们付费课程里面才有的内容，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OK，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入驻店铺。那入驻这一板块，我在上个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我们在申请店铺入驻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进行选品。那选品这一块就对我们的店铺非常重要了，因为不管你是做兼职还是做全职，你的选品都是对你的店铺非常重要的，它是直接可以影响到你店铺的一个销量，以及你之后是否能够把它运营起来这样一个因素，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选品这一板块，我有两条思路提供给大家。首先，第一条就是货源。那货源它有4个维度，大家要进行对我们的货源进行一个考察。第一点就是你货源的一个价格，第二个就是货源的一个质量，第三点就是你货源的一个物流时效，第四点就是你货源的一个稳定性。那首先是价格，因为虾皮它本身就是走的一个比较平民价格、比较低价的这样一个路线。如果你的价格比同类的商家更低的话，肯定是有优势的。那第二点就是你产品的一个质量，那如果你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会导致你产品呢差评过多，那你的店铺差评如果过多，评分低的话，也会影响到你的店铺。那第三点就是一个物流时效，现在虾皮它是对跨境卖家物流时效是有一个规定的，那需要你在2天内发货，如果你过了这个物流时效，会有一个你的迟发货率，那迟发货率如果高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店铺扣分。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跟我们的供货商交谈或者去跟他说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明确这一点，我们的物流时效是一定要得到保障。那第三点就是稳定性，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南亚国家大家知道是热带国家，它的很多的产品都是以夏季的产品为主。那比如我们去做服装这一类，如果我们找的供应商是国内以国内的这样一个为主的话，那它可能过了夏天，它就会把它的夏装给下架，那它要上秋装，比如说上冬装等等。但是这些产品你在东南亚都卖不了，所以你只能卖夏装。如果它过了夏天把产品下架了，也就意味着你虾皮上店铺上的很多产品都要下架，所以这对我们后期的一个运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所以这些工作大家都要在前期就尽量把它做好，我们找到稳定的一个供应商，要保证持续有货。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是之后是做活动也好，还是打造爆款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不然你可能后期辛辛苦苦打造几款产品为爆款，销量起来了，那你的供货链它突然说它下架了，那你怎么办？不是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就是产品的一个类目，我们在选择类目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选择自己擅长的，然后自己熟悉的这样一个类目去做这一类的产品，因为这样的话，后期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的工作量和不必要的麻烦。那很多新手卖家他在选择类目的时候，都会去选择那些大热的类目。当然大热的类目它肯定是有它的优势，因为它的市场更大一些。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因为大热的类目也就意味着它的竞争更加激烈。那我们国内的一些电商卖家转型的或者一些厂家，他们肯定都会把目标瞄准到这些大热的类目。所以如果我们新手卖家去跟他们竞争，不管是货源还是你的一个运营方式，还是你的一个产品的价格，你都很难跟他们进行竞争。所以如果在大家完全不懂这个类目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去跟从。那如果我们在大热类目里面有我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以及有不错的货源，那大家当然可以进行选择。但是不要盲目的进行选择，比如3C 电子，因为3C 电子这个产品品类是在很多站点都是非常大卖的一个类目。那但是如果我们的新手卖家不懂这个领域，你一定要强行去做这个领域，那可能就会为你后期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3C 电子，比如它的型号，那它的产品的一些规格，以及它的一些价值、配置等等，这些你都要去学习，因为你完全不懂嘛。那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如果有客户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一问三不知的话，就很难做这个店铺的运营了。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点，不要盲目的去跟从。很多一些小众的类目，如果你做得好，其实它的竞争比较小，会比大类目更好做一些。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选品的一个思路。我们在确定完产品，然后确定完供应商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虾皮店铺进行一个上传产品了。那如果我们在1688或者淘宝这些电商平台采购的一些会员的话，它的一些产品的参数我们是直接可以拿来用的。那一些产品的图片，然后包括 SKU 或者它的介绍，直接拿过来用就 OK。那我们首先可以在虾皮的后台上面进行一个上传产品，也可以通过 ERP 软件进行上传。那用 ERP 软件呢会更加方便一些，因为它可以设置你产品的一些，比如说批量上传或者定时上传等等，也可以支持你的一键翻译。那我们有些台湾的话，你要翻译成繁体文，然后你如果是马来的话，就需要翻译成英文等等这些，它可以支持一键翻译，所以会更方便一些。那等我们上传完产品，其实我们这个店铺就处于一个正常的基础运营状态了。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些优惠券，包括你的海报、店铺的简介等等，我们稍微的给它装修一下，就可以正常的运营了。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出单了应该如何去处理，也就是我们发货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如果我们的店铺出单了以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虾皮后台找到这个订单，找到这个订单以后，它后面有一个面单打印，我们要把这个面单就是打印文件给它下载下来。那么这个面单呢是国际物流的一个面单，我们需要把这个面单发给我们的供货商，然后让他帮我们完成这个代发就 OK。那它的流程呢，就是我们把面单发给他以后，他需要把这个国际面单把我们的产品包装好，首先贴成国际面单，然后再在外面就是包一个包裹，就是我们国内的面单，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供货商的他的一个仓库发到国际仓这一段途径，就是需要我们国内的物流需要他来完成。那他发到国际仓以后，国际仓会开包，就是把你这个包裹拆开，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国际仓的一个面单。那国际仓就是把你这个产品直接发到买家的手里，这就是我们物流的一个完整的流程。那大家要知道我们物流到底是如何去发送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订单上的物流信息是从国际仓发货以后才开始更新计算的。也就是说，你国内这段物流，你从仓库发到国际仓这段物流，你的订单信息、物流信息上面是不会显示的。你必须在你的国际仓那发货了以后，你的订单信息上物流才会开始更新。所以这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以上就是我们新手卖家在做虾皮的时候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运营流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在留言提问或者私信我。因为最近王阳发现很多评论我都回复了，但是大家好像看不到，那大家私信我也可以。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